中元節到啦，有7個禁忌要注意，做到個冚家平安，添福添壽啦。邊7件事唔做得啊？首先你冇講重陽節快樂喎，咁講咩啊？講重陽節安康噶啦。好多人一過節就慣咗講節日快樂嘅，但係老一輩人認為，凡係清明節、中元節，即係7月14，仲有重陽節呢3個祭祀祭祖嘅節日係大凶日嚟嘅，一般都係比較沉重啊、悲痛嚴肅噶嘛。咁講節日快樂好似就唔係咁啱啦。咁為咗避凶，一般只會講平安、安康、康泰嚟表示祝福嘅。再講啦，重陽節係9月初9啊嘛，咁9係代表長壽長久嘅意思，係為咗紀念逝去嘅先人而設定嘅。所以老一輩人認為應該尊重老傳統，唔好講快樂嚟表達對佢哋嘅懷念之情。咁如果呢2日見到人哋冚家去登高辟邪嘅話，就唔好祝人哋節日快樂咯，應該要講身體健康啊、平安康泰嚟表示祝福。咁第2個禁忌呢？重陽節就冇種菊花喎，大吉利是啊！菊花喺傳統文化入邊象徵長壽健康，但係同時亦都係祭祀用嘅花卉，咁一般係用嚟悼念哀悼逝者用噶嘛。咁如果拜山嘅時候，你買紮菊花去係好有心嘅，不過一般就唔會用嚟送人嘅吓。尤其係清明節又或者係重陽節呢2個節日啊，如果你買紮菊花去送人，就好容易俾人誤解成係唔尊重人，錯真係大吉利是，分分鐘反面都有啊。咁第3個禁忌呢？有啲地方結婚未夠3年就冇返外家過重陽啊！咁有啲地方嘅風俗，但係清明節啊、7月14啊、重陽節呢3個節日，外嫁女係唔可以返外家過嘅。尤其係啱啱結婚唔到3年嘅女子，咁如果返外家過嘅話，就會對自己婆家、對自己嘅家婆有啲唔好嘅影響咁話。當然呢個係比較個別嘅事例吓，又唔好太過相信。其實重陽節喺歷史上亦都被稱為係女兒節。咁按照古代嘅風俗，喺重陽節呢一日係會將自己出嫁嘅女兒接翻去外家嗰度同父母團聚嘅。咁呢個習俗就叫做歸寧父母啦。咁一嚟係為咗體現對外嫁女嘅重視，二嚟係為咗孝順孝敬父母。咁唔接翻屋企，唔翻到外家嘅話，又點孝順父母呢？係咪？咁第4個禁忌呢？重陽節兩公婆就冇行埋啦。兩公婆唔好行埋嘅意思，即係話喺重陽節嗰日忌同房。當然呢個係個別地方先有嘅風俗吓。咁之所以會咁講，事關古人認為9重陽節係兩陽數相遇嘅時候，象徵陽數到達一個極限。咁陽數到達一個巔峰狀態嘅時候，就會轉陰噶咯，變成陽盛陰衰啦。你知啦，開夜車係要陰陽協調，係要和諧先好噶嘛。咁如果陽盛陰衰咯，咪變成唔協調咯，可能對嗰晚搞出嚟嗰條人命啊就有影響咁話。咁你又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呢？咁第5個禁忌呢？冇結婚冇搬間屋入伙啦。老一輩人認為清明節啊、7月14、重陽節呢幾個節日係祭祖嘅日子，係屬於陰嘅日子，陰係比較重，一般就唔適合去辦啲喜事啦。譬如話結婚啊、嫁娶啊、新屋入伙啊，又或者係新店開張啊，咁樣就會避開唔喺呢日舉行啦。咁當然呢個係老一輩嘅講法吓，依家有好多後生亦都唔會受呢一種束縛噶啦。咁甚至有啲人認為，9重陽節呢日天氣好好喎，好啱擺酒。亦都有啲人覺得9月初9寓意係長長久久、天長地久啊嘛，好啱用嚟結婚嘅。咁當然啦，結婚呢樣嘢其實都要尊重翻個人意願嘅。咁第6個禁忌呢？重陽節嗰日你冇邀我煮晏喎，要敬老啊。點解重陽節唔使自己屋企嘅老人煮飯呢？因為重陽節亦都叫做老人節，係為咗提醒屋企嘅晚輩要孝順長輩啊，對老人要多啲關懷同埋尊重。所以喺重陽節嗰日就唔好使自己屋企嘅老人長輩煮飯咯，自己要爭住煮，咁樣等老人可以休息下啊嘛。咁其實呢個習俗係源自古代民間一個好傳統嘅觀念，有句說話叫做重陽不蒸巴，老虎要熬媽，意思就係話喺重陽節嗰日就唔好要阿媽蒸飯，唔好要阿媽煮飯啦，唔係嘅話就會有隻老虎出嚟熬阿媽，恰佢噶啦。
咁當然重陽節老虎就冇啦，無非係想希望重陽節嗰日大家做個孝順仔女，幫輕下屋企嘅啫。咁第七個禁忌呢，你就冇着啲大紅大紫嘅衫。清明節、中元節、重陽節，仲有除夕，並稱為四大祭祀嘅節日。咁呢幾個節日喺民間都視為係比較沉重、嚴肅、悲痛嘅日子嚟嘅。如果要掃墓祭祖嘅話，一般就唔會着到大紫大紅啦，咁樣就會顯得對祖先不敬噶嘛。一般只會着得比較樸素啲啊。咁後嚟慢慢就開始流傳啦，重陽節啊、清明節啊呢啲節日都唔好着到咁大紫大紅啦。呢個習俗就係咁嚟噶啦。咁當然啦，依家嘅人好少有呢啲講究噶啦，呢啲習俗無非係古時候嘅人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嚟嘅啫，分享出嚟唔係話要大家照做啊，順應時代就可以啦。咁我哋要尊重傳統，但係同時亦都要用科學嘅態度去看待，唔好盲目去相信，唔好盲目去追隨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咁唔知你嘅家鄉對於重陽節又有咩習俗同講究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